今天早上6点多，我们来到了西安小南门早市。走到城墙外，就陆续可以看到赶早的人群。这里本名是乌木门，为了纪念辛亥革命先驱景乌木而建，但是当地人更加喜欢叫它小南门。狭窄的顺城巷铺满了300米长的摊位，市井的喧嚣中，仿佛能够听到城墙砖缝里渗出的历史叹息。小南门的前半段主要是一些蔬果特产的摊位，大概是因为西安周边有许多果园农场的缘故，我发现这边的水果的价格真的是非常的舒服，6到8元就能够买一大盆的草莓，而且很甜，会有草莓的味道。蓝莓也是10元就能够买2盒，这样很爱吃水果的我，作为游客也不禁的能够体会到水果自由的幸福感。这边是一个卖椒麻鸡的摊位，还挺多人排队购买的，而且还有真空包装的版本，可以作为特产礼物带走。看到一个榨橙汁的摊位，准备买1瓶橙汁，这个橙子的颜色还挺好看的。走到巷尾就是当地的早餐美食小吃的摊位，有肘子夹馍、胖子、正糕、茉莉豆浆。这边卖的豆浆基本上都是加了茉莉花的，但是听本地人说这是一款新的豆浆，之前是没有的，还挺有特色的。肉丸胡辣汤是当地人最爱吃的早餐之一，主要有牛肉、土豆、莲花白煮制而成。这一个大桶倒出来的是油茶，通常会和麻花搭配一起吃。走到另外一边，有好几个卖土豆夹馍的摊位。这个是粉蒸肉夹馍，很多人在排队，看起来也很好吃。这边卖肘子夹馍的也还挺多的，看到了好几个。往回走，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多了。这里是在切牛肉片，这么大一块辣牛肉，看上去就很好吃。贵妃芙蓉卷，有点像油条的感觉。我们准备买一个回民牛肉饼，牛肉饼的主要馅料是牛肉和蒜末，高温油炸而成，吃起来很香脆，作为早餐或者是正餐吃都挺好吃的。这一个大锅可以炸很多个牛肉饼。新鲜出炉的牛肉饼还冒着热气。老板在做鸡蛋灌饼，鸡蛋灌饼主要就是摊一大张面皮，然后在中间戳一个洞，将鸡蛋灌进去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卖菜夹馍的摊位，里面有很多配料可以选择，大多数都是辣的，看上去很有食欲。这个摊位很多人在排队购买，老板们都忙不过来了。辣椒，还能吃。从小南门大概走2.2公里就到了西昌集市，这是一个极具烟火气的，基本上只有本地人才会去的热闹集市，里面售卖的东西也是丰富多样。西昌最早是明清时期的官府粮仓永丰仓，清末旗人遛鸟斗蛐蛐的风气，让它逐渐演变成了花鸟鱼虫市场。
现在每周四、周日开始，今天刚好是周日，人流也是挺多的。老西安人称它为逛档子，也有人说是因为它的摊位像是隔档或者是挑担子的谐音。这里主要是由4条巷子组成，东巷是当地的一些特色小吃，南巷是衣帽鞋裤区，可以买到很划算的衣服，西巷有古玩旧货、二手相机、老唱片、古董等，北巷可以看到很多花鸟鱼虫。这是一个卖陶器的摊位，上面的小碗都非常的好看，很有特色。这边是一个卖小动物的区域，有可爱的小鸭子、小兔子，还有小鸡，很可爱的仓鼠。鹦鹉也蛮多的。真的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早市，可以看到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，有些甚至是很古早的东西，以前根本是没有见过的。这边是一个卖蝈蝈鸣虫的摊位，它的平均寿命只有90多天，很多人买回去就是为了听它鸣叫的声音，大自然的白噪音。这边老板在卖一些很古早的相机，每一部相机虽然款式都已经很旧了，但是看上去还是很新的样子。每次看到卖水果的，我都想买一些回去，但是也带不走，现在也吃不完这么多。这一大片区域都是一些比较老的房子，现在也还是有人住的，很复古的感觉。老板在剁很大的一条鱼，感觉像是海鱼吧。逛到这边主要就是一个卖盆栽的巷子，也挺热闹的。那个是个拿圈嘛，这个最低35。有人说这边就像是一个线下的闲鱼市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闲鱼？闲鱼就是你可以把你的一些二手的东西放在上面卖，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把一些二手的，不管是二手还是新的东西，你都可以拿出来摆摊就地，然后卖给别人看有没有人要。旅游有啥都做原单的。今天的早市时间就到这里啦，总的来说还是蛮好逛的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有时间可以亲自来体验一下，感受这边的慢生活。谢谢大家看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期待下一次的旅行分享哦。